我叫林默，睁开眼时正站在一处庞大的地下空间里，刺鼻的防锈气味和金属焊接的焦糊味混杂在一起，提醒我这不是梦。我的身份是这本末日小说里最悲催的那个安全屋建造者，一个活不过3章的炮灰。按照原书剧情，再过7天，末世就会降临，一种诡异的宇宙辐射将席卷全球，90%人类会异化成失去理智的行尸，动植物也会发生恐怖的畸变，而我会在3天后把这座耗光我所有积蓄和心血的顶级安全屋亲手交到本书主角江辰的手上。江辰是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他靠着不知从哪来的末世预言，提前砸下重金让我建造这座堡垒，然后在末世爆发后，心安理得的带着手下住进来，把我和我的家人拒之门外，任由我们在废土上被怪物撕碎。想起书里描写的我妹妹临死前那绝望的呼喊，我的心脏就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疼得喘不过气。不，这一次绝不能重蹈覆辙。这座安全屋是我呕心沥血的作品，它不该成为小人享乐的天堂，它应该也必须属于我。林公，江先生的卫星电话。一个戴着安全帽的工头递过来一部沉甸甸的电话，我深吸一口气，压下翻涌的杀意，接起电话。林默，进度怎么样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年轻却带着命令口吻的声音，正是江辰。江先生，一切顺利，3天后随时可以交付。我用毫无波澜的语气回答。很好。江辰的声音里透着满意的轻笑。记住，把所有图纸、核心数据还有备用钥匙都准备好，我不希望有任何遗漏。他当然不希望遗漏，他要确保只有他能掌控这座堡垒。他以为自己是天选之子，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之中。他不知道，我正是这本小说的创作者。他的故事，我从第1页写到最后1页。明白，我平静的回应，挂断电话。我看着眼前这座宏伟的地下堡垒，它分为地上伪装别墅和地下6层结构，通风、水循环、电力、防御，每一处都凝聚着顶尖科技的结晶。想要从江辰手里抢走它，硬拼是不可能。我只是个工程师，不是打手，但我有比他更致命的优势信息差。我是建造者。我比他更清楚这座堡垒的每一个角落，每一行代码。江辰想要的是一个绝对服从的死物，而我要做的是在这座堡垒的神经中枢里植入一个只属于我的灵魂。接下来的3天，我以进行最终系统压力测试和调试为由，把所有工人都遣散了。巨大的安全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没有碰江辰要求的主控制台，那里的任何操作都会留下痕迹。我径直走向地下6层，那个伪装成备用电缆间的狭小空间。这里是我设计图纸时为自己留下的后门。我撬开伪装的墙壁，里面是一套独立的微型服务器和操作终端。这套系统独立于主系统之外，却拥有最高权限，我称之为魅影系统。它可以像影子一样，随时接管安全屋的一切。我将自己和妹妹灵犀的虹膜、指纹、声纹，甚至基因序列录入为这座安全屋的最高权限管理员。而江辰和他的团队，我给他们的权限是临时访客。做完这一切，我开始执行计划的第2步囤积物资。我利用建造商的身份取出江辰支付的所有尾款，再加上我多年的积蓄，开始了一场疯狂的采购。食物、药品、纯净水、武器、燃料、种子。我像一只即将过冬的松鼠，把所有能想到的东西都通过秘密施工通道，悄无声息地运进安全屋的隐秘仓库。这些仓库同样是图纸上不存在的地方。江辰以为他拿到的是个空壳子，需要自己填充物资。他永远想不到，我交付给他的会是一个被我搬空了货架的豪华牢笼。最后，我开车接来了我的妹妹灵犀。她对我突然让她休学，跟我搬到陌生地方的行为感到不解，但出于对我的信任，她没有多问。哥，我们要去哪啊？车上，灵犀抱着她的兔子玩偶，好奇地问。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我握着方向盘，看着后视镜里妹妹清澈的眼睛，心中无比坚定。这一次，我谁也不会再失去。3天后，交付日，我穿着一身干净的工装，站在安全屋的入口处，像个尽职尽责的乙方。江辰带着他的团队来了，一共5个人，3男2女，和书里的核心成员一模一样。他们个个趾高气扬，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件用完即弃的工具。江辰走到我面前，个子高挑，相貌俊朗，但眼神里的自负和冷漠让人浑身不舒服。东西呢？他言简意赅，我递上一个合金箱。江先生，这是安全屋的主控平板，所有图纸资料，还有您要的物理钥匙。他的一个手下上前，用专业仪器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追踪器，才朝江辰点了点头。江辰接过箱子，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他以为自己拿到了末世里最大的底牌，干得不错。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语气像是在赏赐一条狗。回款已经打给你了，这里没你的事了，以后别再联系我，也别对任何人提起这个地方。我明白。我低着头，扮演着一个识趣的炮灰。他们一行人迫不及待地走进安全屋，厚重的钛合金大门在我面前缓缓关闭，发出沉闷的巨响，隔绝了2个世界。其中一个女人回头瞥了我一眼，眼神里满是轻蔑和怜悯。她大概在想，这个可怜的工程师永远不知道自己亲手造了一座天堂，却只能在门外等死。
他万万没想到，真正的猎人早已布好了陷阱，就等猎物自己钻进笼子。我没有离开，而是走到附近一处提前布置好的观测点。我拿出一个平板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正是魅影系统的控制界面。界面上，安全屋的内部结构图清晰可见，5个红点代表江晨和他的团队正在一层一层的巡视，像在检阅自己的领地。老大，这地方太牛了，简直就是个末日皇宫。一个粗犷的声音从平板的窃听功能里传来。有了这地方，末世来了，我们就是古皇帝。那个姓林的还挺识相，就这么乖乖交出来了。听着他们的对话，我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很快，他们走到了地下3层的主生活区，这里有舒适的卧室、宽敞的客厅、设备齐全的厨房，甚至还有一个小型生态花园。好了，从今天起，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江晨的声音充满了意气风发，把所有通讯设备都关了，我们彻底与世隔绝，等着新世界的到来。是，我看着屏幕上，他们兴奋地坐在沙发上，打开一瓶红酒，准备庆祝。时机到了，我手指在平板上轻轻一点，按下了那个红色的接管按钮。下一秒，安全屋内部所有灯光瞬间熄灭，陷入一片死寂的黑暗。怎么回事？停电了？备用电源呢？快启动！一片慌乱的叫喊声响起，但无论他们怎么操作主控制台，都没有任何反应。紧接着，一道道厚重的合金隔离门从天花板和墙壁里猛然落下，将整个主生活区彻底封锁，把5个人困在了狭小的区域里。然后，所有屏幕，无论是墙上的电视，还是他们的手机，都同时亮了起来。屏幕上出现了一张脸，我的脸。我坐在舒适的椅子上，身后是宽敞明亮的总控制室，桌上还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晚上好，各位访客，我微笑着，通过摄像头看着他们惊愕、愤怒、不敢置信的脸。欢迎来到我的家，林默，是你。江晨的脸在屏幕冷光下扭曲变形，他死死盯着屏幕，像是要用眼神把我凌迟。你到底做了什么？没什么，我拿起咖啡，轻轻吹了一口，只是收回了我自己的东西。哦，忘了告诉你们，你们的权限是临时访客，参观时间已经结束了。你找死！江晨身边的肌肉壮汉怒吼着，一拳砸在合金隔离门上，发出沉闷的巨响，可门体纹丝不动。我劝你们省点力气，我好心提醒，这扇门是用来抵御火箭弹攻击的，用拳头恐怕有点不够看。江晨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死死盯着我。你想要什么？钱吧，我可以给你10倍，不，100倍。钱？我笑了，笑声里满是嘲讽。江先生，你还没意识到吗？再过几天，钱就是最没用的废纸。而你现在最渴望的东西，比如你左手边仓库里的一瓶水、一块面包，才是我这里的硬通货。江晨顺着我的话看向左边，那里是主生活区的储藏室。他冲过去，疯狂地拍打着那扇同样被锁死的门。他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不仅控制了安全屋，还控制了所有物资。他们被困在了一个豪华却空无一物的笼子里。林默，江晨的声音变得沙哑，带着一丝他自己都没察觉的恐惧。你放我们出去，之前的事一笔勾销，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放你们出去，我故作惊讶，外面很快就会变成人间地狱了。我把你们留在这里，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啊！你看我多善良。这种猫戏老鼠的感觉，让我心中涌起一股复仇的快感。这就是将上一世的痛苦加倍奉还的滋味。你到底想怎么样？那个之前用怜悯眼神看我的女人，此刻花容失色，尖叫出声。很简单，我收起笑容，眼神冰冷，待在里面，好好反省。也许哪天我心情好了，会通过物资投递口给你们扔点面包屑。说完，我直接关闭了通讯，屏幕按下去，留给他们的是无尽的黑暗、死寂和绝望。我靠在椅背上，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第一步成功了。我通过监控看到妹妹林夕正在我为她准备的房间里看书，房间布置的和她原来的卧室一模一样。她看起来很安心。我没有告诉她末世的事，只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科学实验项目，我们需要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对于单纯善良的她来说，末世太残酷了。我只想让她在我的羽翼下安稳地度过余生。时间一天天过去，我通过魅影系统掌控着安全屋的一切。我开启了地下5层的生态农场，种植蔬菜，检查了水循环和空气净化系统，确保它们完美运行。而江晨他们则被我彻底遗忘在那个笼子里。我没有虐待他们，是完全无视。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光。对于这些养尊处优的人来说，这比杀了他们还难受。我偶尔会通过窃听器听到里面传来虚弱的争吵、咒骂和哭泣，他们在为一点点口水争执，为谁该承担责任互相指责。人性中最丑陋的一面，在饥饿和恐惧的催化下暴露无遗。而我则和妹妹在餐厅里吃着热腾腾的饭菜，这种强烈的对比让我有一种扭曲的满足感。第7天黄昏，我站在总控制室巨大的落地窗前，这扇窗户其实是一块超高分辨率的显示屏，连接着地表的全景摄像头。天空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绚烂的暗紫色。来了，末世降临了。没有巨大的声响，没有天崩地裂，只有一片诡异的寂静。紧接着，
城市里响起此起彼伏的无似人声的嘶吼，街道上开始出现摇摇晃晃的身影，他们攻击着目之所及的一切活物。我知道，旧世界的秩序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而我正安稳地站在新世界的地基之上。轰！一声巨响从地表传来，我切换摄像头，看到一辆失控的油罐车撞在了安全屋的伪装建筑上。紧接着，一群被吸引过来的怪物开始疯狂的撕咬，撞击着建筑。但在安全屋内部，我甚至只能听到一点微弱的闷响。我调出江晨他们所在区域的监控，黑暗中，他们也听到了外面的动静，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外面是什么声音？是地震吧？还是怪物？林墨，你这个混蛋，放我们出去！不，别放我们出去，救救我们！他们的哀嚎通过扬声器传到我的耳中，却无法在我心中激起一丝波澜。上一世，我的妹妹也曾这样绝望的哀求过，现在轮到你们了。我关掉监控，不再理会他们。我的目光投向了城市的另一个方向，那里有我计划中的第3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一个值得我出手拯救的人。在原著中，江晨的团队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一个名叫苏晴的女人，她是顶级的网络安全专家和机械工程师。后期安全屋的系统多次被外部黑客或变异生物攻击，都是靠她才化险为夷。可以说，没有苏晴，江晨的团队早就覆灭了。但苏晴的下场并不好，江晨只是利用她的技术，当她失去利用价值后，便被毫不留情地当作诱饵扔进了怪物堆里。这样一个天才不该落得那样的结局。而且我的魅影系统虽然强大，但毕竟是我一个人搭建的，面对未来越来越复杂的威胁，我需要一个帮手，一个能和我并肩作战的伙伴。苏晴就是最佳人选。根据书中的记忆，末世降临的这一刻，苏晴应该被困在她工作的网络安全公司大楼里。我立刻调出安全屋的卫星地图，锁定了那栋大楼的位置，然后我启动了一架小型侦察无人机。这架无人机是我亲手改装的，搭载了高倍摄像头和热成像仪，能悄无声息地穿行在城市上空。无人机起飞，穿过已经被怪物占据的街道，很快抵达了目的地。我通过无人机的视角，看到大楼内部一片混乱，到处都是游荡的怪物和躲藏的幸存者。我切换到热成像模式，开始逐层搜索。终于，在顶楼的服务器机房里，我发现了一个独立的生命信号。我放大画面，看清了那个身影，短发，穿着一身干练的职业装，正冷静地操作着电脑。他似乎在试图恢复大楼的安保系统，抵御外面的怪物。是苏晴，没错，但他的情况不容乐观。机房的门已经被怪物撞得严重变形，随时可能被攻破。我不能再等了，我启动了安全屋的另一项黑科技——电磁脉冲炮。这是我利用建造剩余的材料秘密组装的小型定向武器，威力不大，但足以瘫痪一定范围内的电子设备，并对初级异化怪物造成短暂麻痹。我计算好坐标和角度，通过魅影系统锁定了苏晴所在大楼的楼下。目标锁定，发射，一道无形的脉冲波瞬间射出。无人机画面中，大楼周围的怪物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集体僵直不动。就是现在，我通过无人机上的微型扬声器向机房里的苏晴发出信息：苏晴小姐，听得到吗？机房里，苏晴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她警惕地环顾四周，最终将目光锁定在窗外悬停的无人机上。你是什么人？她的声音冷静，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一个能救你的人。我的声音经过处理，听起来沉稳而神秘。你所在的大楼安保系统已经崩溃，5分钟后怪物会冲破大门。现在立刻到天台上来，那里有你唯一活下去的机会。苏晴没有立刻回答，她盯着无人机，眼神里充满了怀疑。这很正常，在末世里，人形比怪物更可怕。我没有催促她，只是将无人机的摄像头转向楼下。画面里，那些被电磁脉冲麻痹的怪物已经开始恢复行动，并且因为刚才的刺激变得更加狂躁。你的时间不多了，我淡淡的说。苏晴看了一眼摇摇欲坠的机房大门，又看了一眼窗外的无人机，她做出了决断。她果断的格式化了电脑硬盘，抓起一个背包，冲向通往天台的楼梯。我心中松了口气，我立刻操控无人机为他指引道路，同时利用无人机携带的干扰器引开沿途的零星怪物。几分钟后，苏晴气喘吁吁地冲上了天台，天台的风很大，吹动着她的短发。她看着空旷的天台，眼神再次变得警惕。你说的机会在哪？我没有回答，而是操控着另一架大型运输无人机从安全屋的秘密出口起飞。这架无人机是我最后的底牌之一，足以吊装一辆轻型装甲车。很快，伴随着巨大的风声，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苏晴的头顶。那是一架8旋翼的重型无人机，下方挂着一个密封的合金吊舱。吊舱缓缓降落在天台上，舱门自动打开，露出里面干净整洁、灯光明亮的空间。上来吧，我的声音从吊舱的扬声器里传来。这是通往新世界的方舟。苏晴看着眼前充满科幻感的吊舱，又看了看楼下已经彻底失控的城市，眼中闪过一丝震撼。他没有再犹豫，深吸一口气，走进了吊舱，舱门关闭，运输无人机缓缓升空，带着苏晴飞向我的安全屋。
而那栋网络安全公司的大楼在几秒钟后被蜂拥而入的怪物彻底淹没。我看着屏幕上，苏晴在吊舱里好奇又警惕地打量四周。我知道，我的团队终于迎来了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成员。运输无人机通过地表的伪装入口，直接进入了安全屋的内部机库。当吊舱门再次打开时，苏晴看到的是一个让她永生难忘的场景：宽敞明亮的机库，整齐排列的各种设备，远处通道里传来的柔和灯光，以及空气中带着消毒水味道的洁净气息。这里和外面那个人间地狱仿佛是两个次元。我穿着一身干净的便服，站在不远处等着他。欢迎，我朝他点了点头。苏晴从吊舱里走出来，目光快速扫过四周，最后落在我身上。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审视和探究。这里是哪里？你到底是谁？这里是方舟，一个能让我们活下去的地方。我没有直接回答第二个问题。至于我，你可以叫我林默，是这里的管理员。林默，他咀嚼着这个名字，似乎在搜索记忆，但一无所获。你费这么大劲救我，目的是什么？他很直接，没有丝毫拐弯抹角。我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我需要你的专业知识。我同样直接，我是一名建筑工程师，建造这里，但我对网络安全和高级机械维护一窍不通，而你是这个领域最顶尖的专家。我的坦诚似乎让他有些意外。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我不仅知道你的身份，还知道你曾经5次攻破米国白宫的防火墙，并且全身而退。我微笑着说出了他档案里最隐秘的战绩。苏晴的瞳孔猛地一缩。这件事是最高机密，知道的人不超过5个。他看着我的眼神从审视变成了彻彻底底的震惊和忌惮。他不知道，我正是创造他这个角色的作者。这种信息不对等带来的掌控感让我非常享受。我需要一个伙伴，而不是一个手下。我继续说道，在这里我们是平等的合作关系。你帮我维护和升级方舟，我为你提供绝对的安全和充足的资源。你随时可以离开，我不会阻拦，但相信我，你不会想离开的。我指了指旁边的大屏幕，屏幕上正播放着地表的实时监控。街道上怪物横行，火光冲天，宛如炼狱。苏晴沉默了。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我没有说谎。在这样的世界里，一个如此坚固、资源如此丰富的避难所，是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的诱惑。我需要看看这里的系统后台。良久，他开口了，算是默认了我的提议。当然，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总控制室在地下6层。不过在此之前，我建议你先去洗个热水澡，换身干净衣服，吃点热的东西。你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我带着他穿过长长的通道，沿途智能感应灯依次亮起，墙壁上的空气净化器发出轻微的嗡鸣。我们路过了生态农场，里面绿油油的蔬菜长势喜人。路过了物资仓库，货架上堆满了各种罐头和包装食品。路过了净水处理中心，巨大的水箱里储满了清澈的纯净水。每经过一个地方，苏晴眼中的震撼就加深1分。他以为自己只是从一个火坑跳到了另一个未知的陷阱，却没想到自己是直接一步踏入了天堂。这里都是你一个人准备的？他忍不住问。是，你提前知道了末世会爆发，可以这么说。我给了他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他没有再追问，但眼神里的忌惮已经逐渐转变为一种混合着好奇和敬畏的复杂情绪。我将他带到一间客房前，这是你的房间，里面有独立的卫浴和换洗衣物。餐厅在走廊尽头，我妹妹也在，她是个普通人，希望你不要吓到她。你妹妹也在这里。她有些意外，我做这一切首先是为了她。这句话似乎触动了她，她眼神里的戒备又松动了一些。谢谢，她低声说了一句，走进了房间。我回到总控制室，心情很好，搞定苏晴比我想象的要顺利。接下来就是处理那几个访客了。我调出江晨他们被困区域的监控。黑暗中，5个人已经饿得奄奄一息，连争吵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打开了通讯，各位，感觉怎么样？我的声音如同恶魔的低语，让他们瞬间惊醒。林默，你终于肯理我们了。江晨的声音虚弱但充满怨毒，有种你就饿死我们。别急，我慢悠悠地说，我只是来通知你们一件事，末世已经来了。我将地表的监控画面切换到了他们面前的屏幕上。当看到那些面目狰狞的怪物以及被血色覆盖的街道时，他们发出了惊恐的尖叫。不可能，这是电影，这是真的。我残忍地打碎了他们的幻想。世界已经变了，而你们被困在了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讽刺吗？求求你给我们一点吃的，一点水。那个之前嚣张的女人此刻已经泣不成声。可以，我出人意料地答应了。他们都愣住了。我操控机械臂，通过一个微小的物资投递口，将一瓶水和一小块面包投递了进去。瞬间，5个人像疯了一样扑过去，为了这点可怜的食物大打出手，完全不顾往日的同伴情谊。我冷漠地看着这一幕。我给他们食物，不是因为心软，而是因为直接让他们饿死太便宜他们。我要让他们活着，活在无尽的悔恨和恐惧中。我要让他们亲眼看着我如何利用他们梦寐以求的堡垒，一步步成为这个新世界的主宰。这才是对他们最极致的报复。苏晴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洗完澡，
换上一身干净的休闲服，他看起来少了几分职场的干练，多了几分居家的柔和。在餐厅见到我妹妹林夕时，她表现得很有礼貌，只是简单的自我介绍是我的同事，来协助一个科研项目。我妹妹很喜欢这个文静又聪明的姐姐，不停地给她夹菜。饭桌上，我简单介绍了一下安全屋的基本情况，隐去了关于江晨和川叔的所有信息。苏晴听得很认真，偶尔会提出1、2个技术性的问题，都直指核心。吃完饭，我带她来到了总控制室。当她看到那由10几块巨型屏幕组成的主控台，以及我编写的魅影系统的后台代码时，她的眼睛亮了。那是一种顶级黑客看到完美艺术品时才会有光芒。这是你一个人写的？他指着屏幕上瀑布般留下的代码，声音里充满了难以置信。主体框架是我搭的，但很多细节还很粗糙。我谦虚地说，不，这不只是粗糙的问题。苏晴坐了下来，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你的架构思路很大胆，但缺乏严谨的加密和防御逻辑，就像一栋没有上锁的别墅，虽然漂亮，但任何人都能进来。他一边说，一边开始动手修改我的代码，增加防火墙，修补漏洞。看着他专注的侧脸，以及那在键盘上跃动的纤细手指，我第一次觉得把他救回来，可能是我穿越之后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对了，主系统那边是什么情况？他头也不抬地问。我刚才检测到，主系统处于一种奇怪的休眠状态，但有几个独立的生命维持单元在运行。哦，那里关着几只小白鼠。我轻描淡写的回答。苏晴的动作顿了一下，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探寻。他显然不相信我的说辞，但他没有追问，这是一个聪明女人的处事方式。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和苏晴几乎都泡在了总控制室，我们一起优化了魅影系统的算法，加强了安全屋的防御网络。他还利用现有的零件改装和升级了侦察无人机和防御武器的性能。我们的合作越来越默契，有时候甚至不需要说话，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我们也会聊聊天。我发现他并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冷，熟悉了之后，他其实很健谈，甚至有点小小的毒舌。我说，你是不是有囤积品？有一次，他看着仓库里堆积如山的物资，忍不住吐槽，这些东西够100个人吃10年了吧？有备无患。我正在检查一箱牛肉罐头的生产日期。那你囤这么多泡面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指望靠这个当生化武器吗？个人爱好。和他斗嘴，成了我在这个末世里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而与此同时，被困在笼子里的江晨他们，情况越来越糟。我每天只给他们提供仅够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的食物和水。饥饿和绝望像硫酸一样腐蚀着他们的理智和尊严。他们开始为了谁多喝了一口水大打出手，为了谁藏了一点面包屑互相揭发。曾经的团队情谊荡然无存。江晨，这个原著中的天选之子，此刻也狼狈不堪。他试图维持自己的老大地位，但一个连自己都喂不饱的领袖是没有任何威信可言的。他不止一次的通过对讲机向我求饶、咒骂、威胁。林默，你等着，只要我能出去，我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林默，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求你放过我吧，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只要你给我吃的，我愿意当你的狗。我只是静静的听着，偶尔会把他的丑态录下来，当做生活的调剂品。这一天，苏晴在对安全屋进行全面扫描时，突然皱起了眉头。奇怪，我在地下3层的排风管道里检测到了一个异常的生物信号。生物信号，我立刻警觉起来。是的，不是人类，也不是已知的动物，它的能量波动很微弱，但很有规律。我立刻调出了排风管道的内部监控。画面中一片漆黑，我切换到红外模式。在管道的深处，一个拳头大小的、浑身长满肉瘤的生物正附着在管道壁上，微微蠕动着，它似乎在啃食金属管道。我和苏晴对视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凝重。变异生物已经开始以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进化了，而且它们竟然能悄无声息地侵入到安全屋的内部。虽然只是外围的排风管道，但这已经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必须立刻清除它。苏晴果断地说，常规的物理清除方式可能会惊动它，甚至导致它在管道内逃窜，留下更多隐患。我分析到，最好的办法是利用高温瞬间气化。维修通道里有等离子切割枪。苏晴立刻反应过来，我去。我站起身，我和你一起。苏晴也站了起来。我对管道结构比你熟，我看了他一眼，没有拒绝。我们穿上防护服，带上武器，通过维修通道，小心翼翼地接近那个排风管道的检修口。打开检修口，一股腥臭的铁锈味扑面而来。我用战术手电照进去，看到了那个怪物，它比监控里看到的更大一些，表皮的肉瘤还在不停地搏动，看起来恶心至极。我举起等离子切割枪，对准了它。就在我准备开火的瞬间，那个怪物似乎察觉到了危险，猛地从管道壁上弹起，像一颗炮弹一样朝我们直冲过来。变故发生的太快，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料。那怪物的速度快得惊人，在狭窄的管道里拉出一道残影。小心！苏晴惊呼一声，猛地将我推开。我被他推得一个趔趄，而那怪物正好从我刚才站立的位置擦身而过，重重地撞在身后的合金墙壁上，
发出一声闷响。我惊出一身冷汗，如果不是苏晴，我可能已经被这东西扑到脸上了。那怪物撞在墙上，似乎也有些发猛，在地上翻滚了2圈。我没有给他任何机会，迅速稳住身形，举起等离子切割枪，扣动扳机。一道蓝白色的高热光束瞬间射出，精准的命中了怪物。没有惨叫，没有挣扎，那个怪物在超高温下瞬间就被气化，连一丝灰烬都没有留下，只在空气中留下了一缕蛋白质烧焦的臭雾。危机解除，我关掉切割枪，大口的喘着气。你没事吧？苏晴的声音从旁边传来。我回头看到他正靠着墙壁，脸色有些苍白。我没事，你呢？刚才谢谢你。不客气，我们是伙伴。他摇了摇头，然后指了指自己的手臂，不过好像被刮了一下。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他防护服的袖子上有一道细长的划痕。我的心猛地一沉，把防护服脱下来我看看。我的语气不自觉地变得严肃。苏晴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迅速脱下防护服，在她白皙的手臂上有3道平行的血痕，伤口不深，但已经开始微微发黑。糟了，苏晴的脸色彻底白了。在这个世界里，被未知生物所伤，几乎就等于被判了死刑。谁也不知道会不会被感染，会变成什么样。别慌，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马上去医疗室，那里有应急的抗感染血清和病毒分析仪。我扶着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位于地下5层的医疗室。这里配备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堪比一个小型的3甲医院。我让他坐在检测椅上，然后从冷藏柜里取出一支广谱抗病毒血清，给他注射了进去。这只能起到暂时的压制作用。我一边操作着血液分析仪，一边沉声说：“必须尽快分析出伤口上的病毒成分，才能对症下药。”我提取了他伤口上的一点血液样本，放进了分析仪。等待结果的过程，每一秒都无比漫长。苏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紧紧地咬着嘴唇。我能看到他眼神深处的恐惧。我走到他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别担心，我们有最好的设备，有足够的药品，你不会有事的。”我的话似乎给了他一些安慰，他紧绷的身体稍微放松了一些。如果我被感染了，他低声说，在我失去理智之前，把我关起来，或者直接杀了我。别说傻话，我打断了他，我费了那么大劲才把你救回来，不是让你来说这种丧气话的，你忘了，我们是伙伴。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眶有些发红。就在这时，分析仪发出滴的一声轻响，结果出来了。我立刻冲到屏幕前，屏幕上显示出了一串极其复杂的基因序列，系统数据库里没有任何与之匹配的病毒信息，这是一种全新的未知的病毒。更糟糕的是，分析报告显示，这种病毒的复制速度和变异速度都快得惊人。我刚才注射的广谱血清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我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怎么样？苏晴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我没有回头，死死地盯着屏幕，大脑飞速运转。怎么办？我闭上眼睛，开始疯狂地回忆书中的每一个细节。我曾经写过一段剧情，主角江晨曾经在一个废弃的军事研究所里找到过一种名为重生1号的实验性药剂，那种药剂号称能够激发人体潜能，修复一切基因损伤。江晨就是靠着它，才在后期一次次的危机中活了下来。研究所，我猛地睁开眼睛，立刻在主控台的地图上搜索起来。那个研究所就在城市西郊的一座山里，距离这里直线距离不超过30公里。有办法了！我回头看着苏晴，眼神里重新燃起了希望。有一个地方或许能找到解药。什么地方？城西的914军事生物研究所。我一字一句地说，我要去那里一趟。不行，苏晴想也没想就拒绝了。外面太危险了，你一个人去就是送死。我有办法。我指了指机库的方向，我改装了一辆装甲越野车，速度够快，防御也足够，而且我有必须去的理由。我看着他的眼睛，认真的说，我不会让你有事的，相信我。苏晴看着我坚定的眼神，沉默了。他知道我已经做出了决定，我等你回来，良久。他低声说，好。我没有再浪费时间，立刻开始准备。我将装甲车加满燃料，带上充足的武器弹药和应急物资，然后我来到了关押江晨他们的那个区域。我打开了通讯，江晨，林墨，你又想耍什么花样？江晨虚弱的声音传来，我要出去一趟，我开门见山，在我回来之前，你们最好安分一点。如果我发现这里的任何系统有被破坏的痕迹，你们的食物和水就永远断了。我这是在敲山震虎，虽然他们被困着，但谁也保不准他们会不会有什么隐藏的手段，尤其是在我离开，只有我妹妹和受伤的苏晴在的情况下。你要出去外面那个全是怪物的世界。江晨的声音里充满了幸灾乐祸。哈哈哈哈，好，你去，你最好死在外面，永远别回来。我不会死的，我冷冷地说，而且我会带回来一样东西，一样能让你们彻底绝望的东西。说完，我切断了通讯。最后，我来到了妹妹的房间，她已经睡下。我隔着门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离开。我来到机库，坐进了那辆如同钢铁猛兽般的装甲车。苏晴，帮我打开1号出口。之后，
将安全屋切换到最高防御模式。除了我的专属信号，不要响应任何外部通讯。我通过内部频道对苏晴说：“收到，你自己千万要小心。”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放心。巨大的合金门缓缓升起，露出外面漆黑的被血色月光笼罩的世界。我深吸一口气，猛地踩下油门，装甲车发出一声咆哮，如同一只黑色的利剑，冲进了无边的黑夜。冲出安全屋的瞬间，我立刻感受到了与内部截然不同的气息，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和腐烂的恶臭，远处不时传来怪物尖锐的嘶吼。整个城市像是一座巨大的坟场。我打开了车上的探照灯，2道雪亮的光柱刺破黑暗，照亮了前方的道路。街道上到处都是废弃的车辆和游荡的怪物，这些初级的怪物行动迟缓，智力低下，根本无法对装甲车造成任何威胁。我甚至懒得开火，直接一路横冲直撞过去。装甲车厚重的保险杠和防弹车身将那些怪物撞得粉碎，血肉横飞。挡风玻璃很快就被染成了暗红色。我打开了高压清洗装置，混杂着血雾的液体被冲刷干净，视野再次变得清晰。我没有丝毫的不适，在这个世界，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根据地图的指引，我一路向西，朝着郊区的方向疾驰。一路上，我也看到了不少幸存者，他们有的躲在废弃的建筑里，惊恐地看着我的装甲车呼啸而过，有的则在被怪物追杀，发出绝望的惨叫。我没有停下，我不是救世主，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拿到重生1号，救苏晴的命。任何节外生枝的行为都可能导致失败。大约半个小时后，我终于远离了市中心，进入了西郊的山区。这里的怪物数量明显减少，但根据书中的描述，山里的变异生物往往比城市里的更加强大和诡异。我放慢了车速，变得更加警惕。装甲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前行，最终在一处被铁丝网和高墙围起来的区域前停下。铁丝网上挂着一块已经锈迹斑斑的牌子，上面914军事生物研究所的字样依稀可见。这里就是我的目的地。研究所的大门被锁死了，我直接开车撞了过去。轰！金刚打造的大门被撞得严重变形，但并没有完全倒塌。我挂上倒档，后退一段距离，然后再次加速，连续撞击了3、4次，大门终于被我硬生生撞开了一个缺口。我将车开了进去，停在研究所主楼前的广场上。整个研究所一片死寂，仿佛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但我知道这只是表象。根据书里的描写，这个研究所因为一场实验事故，在末世前就已经被废弃，里面的研究人员和实验体都发生了恐怖的变异，成了这里的主人。我穿上特制的战斗防护服，带上武器，深吸一口气，走下了车。主楼的大门是玻璃感应门，已经断了电。我用枪托砸开玻璃，走了进去。大厅里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散落的文件和破碎的仪器，地上还有一些已经干涸发黑的血迹。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福尔马林和腐肉混合的怪味。我打开战术手电，光柱在黑暗的大厅里晃动，照出无数动的尘埃。书里提到，重生1号被存放在地下3层的核心实验室。我找到了安全通道的入口，顺着楼梯开始往下走。楼梯间里布满了蛛网，墙壁上还有一些巨大的爪痕。越往下走，那股怪味就越浓，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走到地下1层和地下2层的拐角时，我突然停住了脚步。我的耳朵捕捉到了一丝极其轻微的异响，像是指甲刮擦金属的声音。声音是从地下2层传来的。我关掉手电，整个人贴在墙壁的阴影里，慢慢的探出头。借助从通风口透进来的微弱月光，我看到了一个让我头皮发麻的景象。在地下2层的走廊里，一个人正背对着我，趴在地上。之所以说是人，是因为他还保留着人类的轮廓，但他的四肢变得极其细长，像蜘蛛一样，皮肤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惨白色，背后还长着几根骨刺。他正在用他那长长的如同利刃般的指甲一下一下地刮着地上的一个保险箱，似乎想把它打开。这就是研究所里的变异体之一，掠食者，速度极快，擅长偷袭。我屏住呼吸，悄悄地举起了手里的霰弹枪。对付这种东西必须一击毙命，否则被他近身就非常危险了。我瞄准了他的后脑，就在我即将扣动扳机的瞬间，那个掠食者像是察觉到了什么，猛地回过头。他的脸上没有五官，只有一张裂到耳根的巨大嘴巴，里面长满了尖牙。他发现我了。在那掠食者回头的一瞬间，我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哼！巨大的枪声在封闭的楼道里回荡，震得我耳膜生疼。霰弹枪的子弹在近距离下威力巨大，瞬间就把那掠食者的半个脑袋轰得粉碎，腥臭的绿色液体溅得到处都是。他庞大的身躯抽搐了2下，便不再动弹。我没有放松警惕，依旧保持着射击姿势，观察了10几秒，确认他死透了，才慢慢走下楼梯。刚才那一声枪响，肯定会惊动研究所里其他的怪物，我必须抓紧时间。我跨过掠食者的尸体，继续往下走。通往地下3层的门是一扇厚重的电子密码门，这难不倒我。我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小型的解码器，贴在密码锁上。这是苏晴在出发前塞给我的小玩意儿。几秒钟后，解码器发出一声轻响，密码门咔嗒一声
解锁了。我推开门，一股刺骨的寒气扑面而来。地下3层是核心实验室和样本保存库，常年保持着低温。这里比上面2层要整洁得多，但那种死寂的感觉也更加瘆人。我按照书中的记忆，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了一间标有 A7 的实验室门前。重生1号就在里面。这间实验室的门是虹膜和指纹双重验证，但这同样在我的意料之中。书里提过，这间实验室的负责人在末世前就已经死于实验事故，但他的部分生物样本还保存在隔壁的资料库里。我来到隔壁资料库，用同样的方法打开门，里面是一排排的冷冻柜。我找到了那个负责人的样本，提取了一点组织，然后利用便携式的基因编辑器快速复制了他的虹膜和指纹信息，制作成一个临时的钥匙。回到 A7 实验室门前，我用这个钥匙成功通过了验证。大门缓缓打开，实验室内部亮着幽蓝色的应急灯，正中央是一个巨大的圆柱形培养舱，舱里充满了淡绿色的液体，一些气泡正缓缓上升。而在培养舱的旁边，一个独立的低温保险箱正静静地放在那里。我快步走过去，心跳不由自主加快。保险箱需要密码和钥匙才能打开，钥匙就在那个死去的负责人身上，而密码是他的生日。这些信息书里都有。我输入密码，然后将从资料库里找到的物理钥匙插了进去。看，保险箱应声而开，里面一只闪烁着淡金色光芒的药剂正静静地躺在天鹅绒的垫子上，它看起来就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重生1号，我终于拿到它了。我小心翼翼地将药剂取出来，放进特制的便携冷藏盒里。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一边突声，我身后的那个巨大培养舱突然发出了剧烈的响动，里面的绿色液体开始疯狂的沸腾，一个巨大的黑影在里面剧烈的挣扎，撞击着舱壁。砰砰砰，厚重的防弹玻璃上出现了一道道裂痕。我头皮发麻，立刻意识到我刚才开启保险箱的行为似乎触发了某种警报机制，激活了这个培养舱里的东西。书里根本没提过这个。我来不及多想，转身就往外跑。就在我冲出实验室大门的瞬间，身后传来哗啦一声巨响，培养舱碎了，一股浓郁的腥臭味瞬间充满了整个走廊。我回头看了一眼，只看到一个庞大的由无数肉瘤和触手组成的怪物正从破碎的培养舱里一点点的流出来，它的身体上还挂着一些研究员的白大褂碎片以及一些不知名的金属仪器。这就是导致整个研究所覆灭的那个实验体。我不敢再看，拼了命的往楼上跑。身后的走廊里传来了沉重的粘稠的蠕动声以及金属被腐蚀的滋滋声，那东西在追我。我冲出主楼，跳上装甲车，甚至来不及关车门就立刻发动车子。轰！我猛踩油门，装甲车一个甩尾，朝着被我撞开的大门冲去。就在我即将冲出研究所的瞬间，我通过后视镜看到了那个怪物，他的半个身体已经流出了主楼，无数条触手在空中狂舞，其中一条正以极快的速度朝我的车卷了过来。那条触手像一条巨大的长满了吸盘的蟒蛇，带着呼啸的风声狠狠地抽向装甲车的车尾。砰！一声巨响，整个车身都剧烈的一震，我感觉自己像是被一列火车给撞了，方向盘都差点脱手。我死死地稳住车身，一脚油门踩到底，引擎发出愤怒的咆哮，装甲车像一头发狂的野牛，挣脱了束缚，猛地冲出了研究所的大门。我不敢有丝毫停留，在崎岖的山路上一路狂飙，直到开出几公里外，再也看不到研究所的影子，我才稍微松了口气，将车停在了一个隐蔽的山坳里。我下车检查车况，车尾被砸出了一个巨大的凹坑，后保险杠几乎要被扯下来。我心中一阵后怕，如果刚才再慢1秒，我可能就永远留在那里了。这次的经历给我敲响了警钟，即便我熟知剧情，这个世界也依旧充满了未知的危险。援助并非是万能的，我不敢再耽搁，重新上车，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安全屋。一路上，我的心情都无比沉重。回到安全屋时，天已经蒙蒙亮了。苏晴一直等在机库里，看到我平安回来，她那一直紧绷的脸才终于露出了一丝放松。你回来了，她的声音有些沙哑。我回来了。我从车上跳下来，将手里的冷藏盒递给她，东西拿到了。苏晴接过盒子，打开看了一眼。当看到那只散发着淡金色光芒的药剂时，她的眼中闪过一丝异彩。这就是解药。我不知道，我摇了摇头，但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立刻回到了医疗室。苏晴的手臂情况已经很不乐观，伤口周围的皮肤已经完全变成了黑色，并且开始出现小范围的溃烂。她的体温很高，嘴唇干裂，整个人都处于一种半昏迷的状态。我没有犹豫，立刻将重生1号注入了她的体内。淡金色的液体顺着输液管一点点地流进她的身体，接下来就是等待。我守在她的病床前，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仪器上的数据。时间1分1秒的过去，苏晴的各项生命体征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开始急剧下降。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一个个红色的警报在屏幕上亮起。怎么会这样？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重生1号是假的？或者他对苏晴的病毒根本不起作用？不对，
江辰在注射重生1号后，也曾经历过一个濒死的过程。我对此写出的设定是，药剂在改造身体、清除病毒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巨大的负荷。挺过去就能脱胎换骨，挺不过去就是死亡。这是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过程。我看着病床上面色痛苦、身体不住抽搐的苏晴，心揪成了一团。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剩下的只能靠他自己了。苏晴，撑下去！我握住他冰冷的手，在他耳边低吼：“你不是想看看这个新世界吗？你不是想把这个方舟打造成最完美的堡垒吗？那就给我醒过来！”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话起了作用，他的手指轻微的动了一下，虽然只是一个极其微小的动作，但却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寸步不离的守着他，给他擦拭身体，监控数据，不断的跟他说话，试图用我的声音将他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整整1天1夜，当第2天清晨的阳光通过模拟天窗洒进医疗室时，监护仪上那刺耳的警报声终于停了下来。苏晴的各项生命体征开始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迅速回升，并且很快就超过了正常人的标准。他手臂上那发黑的皮肤开始像蛇蜕皮一样，一点点的脱落，露出下面粉色的新生的肌肤。他挺过来了。我疲惫的瘫坐在椅子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但我的心里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喜悦。又过了几个小时，苏晴的眼皮动了动，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她的眼神起初有些迷茫，但很快就恢复了清明。她看到了守在床边的我，看到了我满眼的血丝和憔悴的脸。我睡了多久？她的声音还有些虚弱，但已经中气十足。1天1夜，我笑了，发自内心的笑了，欢迎回来。她也笑了，笑容很浅，但很温暖。我好像做了个很长的梦。她活动了一下自己的手臂，看着那新生的皮肤，眼中充满了惊奇。我感觉身体里充满了力量。这是重生1号的副作用，我解释道。它不仅治好了你，还强化了你的身体。恭喜你，现在你也是个超人了。超人吗？他握了握拳，感受着那股前所未有的力量感，眼神变得有些复杂。我们都没有在说话，但一种无言的默契在我们之间流淌。我们都明白，从这一刻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伙伴了，我们是能够将后背交给对方的真正的战友。苏晴的恢复速度超乎想象，只用了1天，他就完全康复，并且精神和体力比以前好了数倍。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现在可以连续编程72小时不带喘气的。而我也终于可以放下心来，好好的睡了一觉。等我醒来时，发现苏晴已经回到了总控制室，并且给我带来了一个坏消息。江晨他们好像在搞小动作，他指着屏幕上的移除监控画面。画面里，江晨正和他的一个手下在一个角落里窃窃私语。由于角度问题，我们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能看到那个手下正在用一件不知从哪里找来的金属片，一下一下的撬着墙角的通风口盖板。他们想从通风管道逃出来。我皱起了眉头。有可能，苏晴说，我检查了通风系统的结构图，他们所在的那个区域有一条废弃的备用通风管道，可以直接通到地下4层的维修通道。虽然那条管道很狭窄，而且布满了障碍物，但如果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还是有可能爬出来的。不能让他们出来。我的眼神冷了下来。一旦让他们逃到安全屋的其他区域，后果不堪设想。我的父母还在，他们没有任何战斗力。我有个主意。许念的嘴角勾起一抹狡黠的笑容。既然他们那么喜欢钻管道，我们就帮他们一把。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我们来到通风系统的控制台，许念的手指在上面飞快地操作着。我已经锁死了他们那条管道的所有出口。他说，然后我稍微调节了一下主生活区的气压。你想把他们吸过去？不。许念摇了摇头，笑得像只小狐狸。我是把他们隔壁的生化垃圾处理间的排风扇开到了最大功率。我愣了一下，随即也笑了起来。生化垃圾处理间是用来处理实验废料和变异生物尸体的地方，那里的空气经过了几十道过滤，依旧充满了各种难以名状的恶臭和有毒气体。把那里的空气抽到陆浩他们所在的管道里，画面太美，我简直不敢想象。你可真够损的，我由衷的赞叹道。跟你学的。他白了我一眼。果然，几分钟后，监控里就传来了陆浩他们撕心裂肺的咳嗽和呕吐声。什么味？哦，好臭！救命！我要被熏死了！他们疯狂地拍打着隔离门，但回应他们的只有越来越浓的恶臭。最后，他们不得不放弃了钻管道的计划，狼狈地退回了原来的地方。这下，他们应该能老实一阵子了。我满意的说。解决了陆浩的麻烦，我们开始将注意力重新放回到外部世界。通过无人机侦查，我们发现末世爆发半个月后，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里90%以上的人类都变成了怪物，这些怪物也开始出现初步的进化，有的速度变得奇快，有的力大无穷，有的甚至产生了简单的智慧。幸存者们则以小团体的形式挣扎求生，为了争夺一点点物资而自相残杀。整个世界已经彻底进入了残酷的黑暗森林法则。我们不能一直躲在这里。许念看着屏幕上的惨状，沉声说，资源总有用完的一天。
我们必须主动出击，收集更多的物资，甚至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幸存者基地。他的想法和我不谋而合。方舟虽然安全，但终究只是一个乌龟壳。想要在新世界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就必须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我同意，我点了点头。但是我们人手太少了，只有我们2个，能做的事情有限，那就去寻找更多的伙伴。许念的眼中闪烁着野心的光芒。像你找到我一样，这个城市里肯定还有其他值得我们拯救的幸存者，比如优秀的医生、植物学家、战士。我们甚至可以发布招募令。我补充道，利用方舟的资源和安全，吸引那些有能力的人主动加入我们。一个宏大的计划在我们脑海中逐渐成型。我们要以方舟为核心，建立一个全新的、有秩序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文明。